Hello，大家好，我是喷喷老师。今天呢，我特地穿了这件衣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件衣服呢，就是讲到生老病死的，我好喜欢。我看到的时候呢，最后是死的人生最后就是会死。我在看到这件衣服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人生在不同的阶段我们都会做出很多不同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到底背后是什么东西在影响着呢？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观点。我今天呢，我们就是要讲这个观点。观点是一个很大的主题，它里面呢有包括了信念有包括了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所以呢，信念和我们在家庭里面一些的家规、一些的规条一些的我们所相信的法律和律法等等的都是观点这个部分。所以呢，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说，观点我们如何去改变它。还没有改变它之前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的观点如何影响着我们，或者它影响着我们生命的哪一个部分。之前我们已经学过冰山了，那今天呢，我们要学透过冰山来了解我们的观点。所以呢，有11条的问题，这个问题呢，都是我们要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呢，我们要来到去做这个功课，好不好？好好的去做这个11条的功课我告诉你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特别我们的内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内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进到去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一些的问题来帮我们去了解它。好，我们现在来讲第一条第一条呢，就是说我们要列出12条的家庭的规条。什么是家庭的规条呢？比如我们在家庭从小到大，我们都有一些的家规。我们要知道这个家规呢，它有2种的形式而呈现的，一种就是明示，一种就是暗示。明示的就是说，比如我妈妈就会说你们每次回到家都要洗你的脚，就是在门口洗脚，或者进去厕所洗澡洗脚然后呢，这个就是明示。有一些暗示呢，就是在我们的家是不容许抽烟的不容许抽烟的。这个我的父母没有讲了，但是我的家庭就有这种很讨厌抽烟的这种的氛围和气氛。所以这个每个人都我们在家里面每个人都知道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你去想一下有什么暗示的，有什么明示的写12条。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练习了。在第2条呢，就是在认知上在每一条的这个的家规里面我们问3条问题。第2个部分，第1条呢，就是在这个的家庭的这个的规条里面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OK， 比如我刚才说就是进来要洗脚。 OK，我妈妈呢，就是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干净。因为她相信她是有一点洁癖了，她相信所有从外面回来的人都是非常肮脏的。 OK， 是非常肮脏。甚至现在我妈妈进化到回到家第一时间就要进厕所洗澡所以她的目的就要干净然后第2个问题就是，哪一位家庭成员会强化这个的规条？就是说我的家庭谁会跟呢？因为以前小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要那么干净然后呢我的家里面就是我爸爸呢就是强化这个的规条。他一回到家立刻就是会洗澡。所以呢，是我妈妈定的这个规条但是我爸爸就加强这件事情强化这件事情那刚才我也回答了是如何强化的，我也回答就是说我爸爸就是一回到家就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也会帮助妈妈然后去提醒我们，然后我哥哥姐姐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做。那现在长大了之后，我发现我的大姐越来越像我的妈妈了。所以呢，就算我妈妈不讲或者我妈妈不在家，但是我的大姐也会成为我妈妈，
的这个代言人，然后去强化这件事情。OK， 来第三就是当时你是如何应对这项的家庭规条的呢？我怎样？有时候我回到家真的很累，我就不想说去先洗澡，我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待一下，去躺一下，去懒一下然后我就是，然后他们就是会叫我嘛，然后我就是指责，我用指责的态度说等一下啦，等一下啦，好，这种的回应我用指责来回应有时候呢太累，我也会讨好的，就是不想跟他们吵，我就用讨好，就说好了，我快来了，快去洗了这样所以你去留意一下自己在这个的规条里面，你是用什么的形态去回应这个的观点和规条的 ，OK？ 好，来第三条问题就是当你仍然住在自己的家里的时候就是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没有住在家，但是以前住在家的时候，回想一下各项家庭规条使你产生哪些的感受？我的感受就是不自由我感受就是委屈有时候也不是很肮脏，只是出去买一点东西，然后就回来了，但是他也得要洗身体或者洗脚这样子就是会讲就是说你外面回来，不管你回来什么就是你出去是5分钟还是50分钟还是5个小时，你回来一定要做这件事情。那我的感受就是很委屈然后感受呢？感受就是说，我有没有不让这个感受，不接纳这个感受？没有的，我就是接纳我这件事情有时候还会生气，因为我指责就是说不要烦我等一下自己会去洗啦这样也会生气我都会在家庭嘛，都会直接的接受这个的感受对。然后第4条呢，就是说这些的规条呢，激励你发展出哪些对你自己的观点以及他人的观点。那我慢慢长大了之后，我现在没有在马来西亚生活嘛，我在香港生活。我发现我回家第一件事也会洗澡的如果弟兄姐妹来过我的香港的家，每次我们出去逛街，然后回到家，第一个进去洗手间的就是我第一个洗澡的就是我所以呢，我发现呢，我对这个观点我也会继续的持守，我也渐渐的接纳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是好的所以第4条就是说你会发展出什么，然后我慢慢就发展出就是有一个观点，就是在外面回来的就是有细菌有肮脏，特别现在的疫情回来要做的东西更多，把穿过的衣服穿过的鞋子消毒什么等等等等之类的所以有这些新的观点，就是要干净外面是肮脏的，从外面出来是肮脏的，是被污染的这些都是新的观点。然后对他人的观点呢他人观点也是就是弟兄姐妹来我的家或者朋友来我家我都会可能要求可以先上个厕所有时候不是很熟的人，我就会说你要不要先上个厕所？他们来到我家，我厕所在这里我会告诉他们这样子，所以也会期待别人跟随这个观点那第5这些的规条激励你发展出哪些对自己的期待和对别人的期待。那对自己的期待就是我回到家就是要洗澡 OK， 然后我对他人的期待，我要求他们就是可以洗个手洗个脚没有可能要求别人来我家聊天然后就洗澡，对不对？所以要求他人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发现有一个期待就是谁来到我的家，如果他直接坐上我的床我是不可以的除非他是今天晚上住在这里，然后他得要去洗澡才能坐上床
这件事情，也是因为第4条的那个的观点规条，我会产生新的这个的观点。然后呢，有这个第5个部分，就是我也期待别人跟随我这件事情。OK， 然后第六呢，就是哪些感受、观点、期待和渴望上的改变呢，会改变你现在的这个的规条呢？哪些感受和观点，这个就是冰山的部分嘛，感受和观点和期待和渴望上面的改变，会改变你现在。这个要想一下，在刚才的这个的说从外面出来要洗澡，我的感受呢就是洗了澡才是安全的，有这个安全感。然后我的观点就是外面回来的是肮脏的。我的期待就是期待自己可以去洗澡，也期待别人可以洗手就是弄干净自己这样。我的渴望呢就是安全感，因为外面回来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想满足到我渴望的部分是安全感。而这个4个的部分呢，上面的改变会改变到我现在觉得就是如果我这样子做，我就会安全，我就会干净。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规条，就是洗澡了就会干净，给我安全。OK， 第7呢，就是每一条的这个的家庭规条呢，都隐藏了什么重要的价值？这个在每一条里面都有重要价值，对不对？刚才我讲这个就很明显的就是健康干净，所以当你做的时候，你就每一条想一下这个它的重要的价值。如果你发现没有价值的话呢？如果你发现这只是一种很非理性的一种，不是真实的，那可能你可以做一些调整第8就是你如今已转化了多少个家庭规条，就是从第1堂课到现在，我们都不断讲这个的观点嘛，改变，你有没有改变过一些的这种的观点呢？如果有你就写，如果没有就没关系。第8条如果有呢，你写的时候也留意一下，到底你是如何改变的。可能是听到彭老师的课上他的课就改变了，可能是听到别人说，可能是一些就是以前定下来的观点，然后现在不适合用了，然后你就发现就很自然就改变了。所以如果你有留意到自己有一些的观点是改变了的话呢，可以写在第8条。然后第9呢，如今还有哪些的家庭规条仍然是对你有些控制不要讲有些，就是直接控制，对不对？那你就写起来比如你写了12条，对不对？然后这12条有些是在控制你的，有一些是做不做都没关系，就是没有控制你咯。你可以在旁边写一下，做一个标记这样。好，然后呢，这个第9条呢，就是接下来就是然后就是探索这个冰山，你会怎样减低所付出的代价？他这里讲的就是每一个的观点，当我们要执行去满足这个观点的时候，我们都要付上代价的，对不对？比如回来要洗澡，一定要洗澡，那付上的代价就是我回来就不能休息，不能做任何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做，我就付上了这个代价，对不对？如果这个是完全控制我的话，比如我下去 7-Eleven 买一些东西5分钟然后回来又要洗澡，每次出去就要洗澡，这样子其实水费也挺贵的
这是你要付上的代价。好，然后第10条呢，就是有哪些已成为你的生活一部分呢？已经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规条，是你现在想要考虑并且可能放下的。所以在这12条你可以慢慢的思考哪一些已经是成为你的生活一部分，然后呢你就考虑着想放下它，就是不是很适合用了不是很适合用了，就这样。那11条呢，就是有哪些家庭的规条是你已经接纳成为你一部分，而且你不想改变的，你也在这12条旁边可以写一下，就那么简单。这12条的功课可以帮助我们进到我们的观点思想信念的这个部分，让我们熟悉它是如何运作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在日常生活比较醒觉到它的出现，而当它出现的时候，你就有自由和权利选择这句话这个观点还适合用吗？还适合用还是不适合？以前我去教会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如果你要找男朋友女朋友，一定要是找基督徒的，一定要找基督徒的这句话就是观点特别我们去教会了，教会里面有很多观点，有些是明示，有些是暗示那这个还适合用还是不适合用呢？比如我们去教会，有些人就说是不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你去想一下，这些有很多我不好现在全部列出来但是你去想一下，还适合用还是不适合用我们如果继续这样子做我们就越来越自由了，我们就可以成为自己的一个主人，自己的一个决定，不要常常觉得就是我控制不了我控制不了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在圣经也是讲这些很多就是很多时候有很多人想做一些好事，但是控制不了，而这个控制不了到底什么东西让我们的行为自己控制不了呢？就是观点，就是家庭规条，就是信念这个部分而控制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处理这件事情不得了好，大家好好的去做功课，我们星期6见，然后下一次的影片再见拜拜。